我的车终于修好啦！大家好，我们是 OK Travel， 欢迎收看我们的影片。有没有发现到这集少了一个人？因为嘉轩他偷懒不想过来。然后这一集我是主要分享，就是我们从中南半岛这4个月的旅行，我们换了什么汽车零件，还有在泰国我们车坏的时候，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OK， 首先我们来分享到底在泰国我们的车出了什么问题。大家有看到这个东西吗？这个小小粒的东西叫做 crank sensor。这个 crank sensor 呢，它是控制 engine control module， 这个叫做 ECM 的东西我是上网查的啊，就控制这个 ECM 的东西，让这个 ECM 的油嘴和那个火花跟那个汽油砰一起爆炸的 timing。它这个 ECM 就是像是 engine 里面的一个大脑，然后它是控制里面的 engine 怎样走、怎样爆、怎样的 timing 那些啊，就是可以视作为是个大脑。然后这个 sensor 就是传递信息给这个大脑，讲 OK 你几时要出火花，你几时要爆炸，那个 gas 几时要爆炸那个 timing。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坏？因为这东西就会坏哦。OK， 它坏之前有几个前兆，我们可以来跟你讲一下。第一个最直观的就是 engine 灯 ，engine 灯它会亮。我们的 engine 灯本来就已经亮了，可是我有朋友讲是因为我们的 ABS， 首先我们的 ABS 会弄到我们的 engine 灯亮，所以当我们 engine 灯亮的时候，我们才不理它，我们就以为 OK 应该是 ABS 弄到的。OK， 这是第一点。各位其实也是要注意 engine 灯亮，可能就要去 check 到底是怎么回事哦。可能是不只是可能这个 sensor， 可能其他的问题也是有可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在 start engine 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你会觉得还要坏的时候，你会觉得start engine 的时候比较难 start 到。那时候我们也是很傻，我们就以为是 starter， 因为毕竟我们这辆车马上有6到7年了，我们都没有换过 starter， 所以我们就想应该是 starter 的问题。还有你在关 engine 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这么车会抖一下，抖一下，这个是很难，我自己觉得啦，没有细心的人是很难发现到的。然后第3个坏掉的前兆就是你的油耗会变高，因为它控制不对嘛，那个 timing 火花还有爆的那个 timing 不对，所以就没有弄到油整个 fully utilize， 所以你的油耗也会升高。这个就是3大前兆，当这个 crank sensor 要坏，这个小小一粒 crank sensor 啊，那时候我们有带 spare 的，然后坏掉了，泰国人帮我们拆下来，我们换一新的上去，没有想到那个新的还是坏掉，就是这个就是命水哦，我们要花这个1000块拖车费从泰国拖回来黑木山这边 ，OK， 所以以后我觉得我们要出远门还是去哪里的话，其实修车的知识很重要，因为你看这个小小的 crank sensor 就了我们1000块。其实那时候如果你有观看我上次影片，我有讲泰国人不是很会修车，因为那时候那个泰国人也是有讲可能是 sensor 的问题，还有 relay 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可能那时候泰国人是讲是对的哦。就是在泰国我们的车有2个问题，第一个是 start 不到，第二个是踩油没有力。然后为什么踩油会没有力呢？罪魁祸首就是这个东西 ，clutch 皮。不懂你看到吗？我们用到 clutch 皮用到蛮多的，我们直接换了一整个 set 的 clutch 皮，哇，很重下，哇，还弄到手整个黑掉。这个我不懂怎么会这样黑啊 ？OK， 就是那时候我们在泰国有一个泰国人就跟我们讲，他试驾我们的车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你的 clutch 皮很像要完了，可是那时候我们没有当一回事，他就讲 clutch 皮要完了的前兆就是你的踩 clutch 那只脚要提到很高上来，车才会走啊，那个就是 clutch 皮要完了的前兆。然后一开始他跟我们讲 clutch 皮要完了，其实我们是不相信的，
因为为什么？我们在来泰国之前啊，我们才换过 clutch 皮，全新美美的 clutch 皮 ，original 的。我们才回来看啊，我们跑了不到3万公里，我们的 clutch 皮就完了。所以这个是我们之前在泰国的时候踩油没有力，我们完全没有想到是 clutch 皮的问题，我们可能还想可能是油嘴呀、可能是 AC 泵啊，就之类的，我们完全没有想到 clutch 皮，因为我们 clutch 皮才换过。所以这次我们回来到马来西亚，我们把新的 clutch 皮换上去，我们要 test 看到底是为什么。其实因为 clutch 皮本身 normal 可以跑100千到150千公里，可是我们的 clutch 皮才跑了30千公里，所以是一个不懂这样快玩的东西啦。就是我们会再去走马来西亚，然后 test 看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是我踩脚的问题，就是我驾驶习惯的 behavior， 还是有其他因素导致 clutch 皮这么快磨完，它的 flywheel 它怎样whatever 我不清楚。我们会走一下马来西亚，就是再绕整个马来西亚绕一下，然后过后看一下clutch 皮还会降吗？如果 clutch 皮还会降，我们可能就是要 check 到底真正的原因是什么。OK， 接下来我们来分享我们在中南半岛这4个月旅行，我们到底换了什么汽车零件？到底 Maxus 有什么东西这么不耐用，我们要急着换？第一个我们换掉的东西呢，就是 engine mounting， 可以看到吗 ？OK， 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们会换？因为我们都想，我们换 clutch 皮的时候，整个牙箱都下来嘛，整个牙箱都下来，我们就看到 engine mounting， 然后 engine mounting 没有记错的话，我们也是没有换过，所以我们就直接整个2粒 engine mounting， 还有一个 gearbox 的 mounting， 我们也换过了。OK， 如果你们知道 engine mounting 是讲看有问题的，也可以 comment 一下，因为我不知道这个 engine mounting 有什么坏掉啦，还是可以去卖2手的 spare part， 还是怎样，我不清楚。然后这个 gearbox mounting 呢，也是看起来是 OK 啦，不过我们还是有换，因为卖 spare part 跟我们讲，如果我们有去走一些山路啊，还是什么，就是比较陡的路，which is 在老挝，就是要换，差不多2-3年你就要换一次，不然它一直陡啊，可能牙箱会坏啊，还是怎样，不清楚。所以我们也是一次过换掉了这个 gearbox 的mounting， 还有2个 engine mounting。我记得有一个朋友跟我们分享，就是他这边啊 engine mounting 这边会松，看到吗？这边松，就代表这个 engine mounting 有一点问题哦。还有就是上面的这个有裂掉啊，可是我看这样子看是还蛮美的啊，没有什么裂痕。可是 anyway 我们就是换了，因为我们想 gearbox 都拆下来，我本来还想换掉牙线，结果那时候应该是沟通不良，没有换到，就是它直接放上去就牙线在上面这边就比较难换。还有除了刚刚那个2个 engine mounting， 还有1个 gearbox， 我们也换了 starter， 这个 starter 已经是的了，我也不知道，而且那时候刚刚开出来哦，这边有很多黑色的粉掉出来，而且现在嗅一下，你可以嗅到这种焦的味道。我想应该是我们在泰国的时候，我们一直 start 嘛，可能一直写那个车，然后弄到它整个也不是很好。现在start 车是顺顺美美的，很像一辆跑车。其实我们在出发前，其实我们也有换过很多东西哦，也就比如说换过absorber 啊、波锥头啊。然后一些 engine 里面的 pipe 啊，全部 temperature 的东西都有换过，所以其实这次总结哦，去中南半岛那些，就算你做了万全的准备，看我们的 spare part 我们也带了很多，车还是会坏的，就除非你是新车，你走2手车，可能你走太远啊，车难免啊都是会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总结从中南半岛回来，我们换了2个 engine mounting， 1个 gearbox mounting， 还有1个 crank sensor， 还有1 set clutch 皮，所以这次的旅行还蛮贵的。好了，这集影片就到这里，记得点个关注，房车不迷路。Goodbye。